副总，外面莫女士找您。郭总，我不让他进，他非得进。郭东海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就是为了你口中的利益、利润、扩张、商业板块，还是就是为了报复我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卑鄙的手段？卑鄙吗？莫雷，记得在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说过，这是商场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。要治人，而不治于人，那就得先发制人。我只是按规则办事，有什么不对啊？赶上战场，那就得敢死。你的规则是什么？昧着良心，颠倒黑白，不择手段。良心。行了，别再给你的理想主义的失败遮羞了。我跟那个穆剑锋不一样，我呢，不需要这种无聊的伪善。在商场里啊，只有输和赢，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。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对不对？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为了穆剑锋啊？他输了吗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如果他输了，你还会依然爱他吗？其实啊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，你就是想让我高抬贵手，饶了他。可以，这样吧，你把他一块带到我这儿来，你们两个人一块求我，那是。我这一巴掌不是为我，不是为穆剑锋，是为舒教授，因为他不能发生了，不能缓解了，他死了，因为你们的恶意仇伤，他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。你说什么？舒萍死了？30年，没有妻儿，没有积蓄，为了他心中崇高伟大的理想，他奋斗了整整30年。荣誉是他的命。你知道教授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最后几个字是什么吗？我没偷。莫莲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，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这样吧，如果华药现在同意收购的话，瑞科的别做梦了，郭东海，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华药不会被你击垮的，穆剑锋更不会。你不是一直问我吗？你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如他？因为他活得堂堂正正。以前我可能不爱你，但是我尊重你。别人只看到了你的好出身，我看到了你的自律，你的努力。但是今时今日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让我看不起你。
David，哎，茉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想请你帮华药公司打一场官司。华药，穆剑锋那个厂，对，打官司没问题。首先他得出得起我的律师费。只要你能亲自出手，你的律师费他出不起，我出。什么情况？瑞克集团诬告华药侵权，你怎么能肯定是诬告呢？你相信我吗？可法律只相信证据。所以我请你帮忙。他这个男人身上究竟有什么值得你这样为他付出啊？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穆剑锋，还为了舒平教授，一个在中国的通讯行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教授，因为瑞克的诬告，一气之下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儿了？去世了。你从小生在美国，长在美国，所以你可能不太能理解，我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争气，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。这个争气从来不光是为了自己，为单位争气，为行业争气，为国家争气。因为这两个字，我们在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会不屈不挠。也因为这两个字，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做的，就一定是我们做的，尤其是核心技术。你可以理解成，这是被植入我们脑海和胸怀的一种气质。包括两弹一星，包括中关村的那些高科技的公司，穆剑锋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华药笼络了一帮有技术、有抱负、有理想的人。他们的理想就是让中国的通讯领先世界。现在瑞克起诉华药技术侵权，我认为是商业阴谋。华药被欺负了，被一个强大的外资企业欺负了，所以我希望能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来帮这个忙。我不光是为了帮穆剑锋，我想替中国人争口气。你的理由听起来很高尚。高尚有错吗？卑鄙才有错。有道理。所以你愿意帮这个忙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？你又那么相信我，我帮你打赢这个官司。Thank you, Daddy。很抱歉，帮不上您的忙。打这种知识产权的国际诉讼，我们没有经验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要是再有这方面的朋友，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哎，谢谢。我们先走了。好好好，慢走。岳峰，就这儿啊？这也看不出来是个高科技的公司。David，这个不能看表面的。我请你来了吗？哎！我请他来的。我是看在茉莉的面子上我才来的。David 在国际知识产权诉讼领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，他的合伙人是只跟跨国公司合作的。在华药对瑞克的应诉上，他会是秘密武器。好吧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的态度很抱歉。我这几天实在是火烧眉毛，那去我办公室聊吧，好吧？
这场官司的终局结果，输赢不重要，时间才重要。输赢怎么不重要？他们诉我们侵权，我必须要让他们还回清白。清白也不重要。清白为什么不重要？清白是人品，这是华耀的命根子。你华耀现在的命根子不是清白，是时间。这天儿没法聊了。这场官司你们华耀一定会赢，但当法庭还给你们清白的时候，华耀就已经死了。哎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顾厂长，你能坐下来听戴维把话说完吗？不好意思。你果然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。瑞克集团之所以会跟你打这场官司，其实就是想用国际诉讼来拖垮你们华阳。像这样的官司，对于瑞克这种资本财团来说，他只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就够了。而你们华耀呢，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背负债务、经营压力来全力应对。请问穆厂长，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所以说，官司还没有打完，华耀就已经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妄加指控，对吧？对，打不垮你，拖垮你。对于他们的每项指控，你都需要拿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你们没有侵权、剽窃他们的技术。这里面大部分的证据还需要你拿到国际认证机构来认证，才能生效。这里面产生的费用将会是天文数字，这还不包括你聘请的律师团队。要知道，跟你打这场官司的，可是瑞克这种资本巨鳄的专业律师团队。我懂了。所以说，现在你们华耀的命根子不是清白，是如何在诉讼期间让华耀活下来，打完这场官司。照你这么说，无论怎么样，华耀都是必死无疑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刚才就问了，你穆厂长有没有这么巨大的财力，让华耀扛过这段漫长的诉讼期呢？谁啊？厂长，一会儿再说。冷静一点。我怎么不冷静了？你生气发火都是没有意义的，现实就是这样。无耻！我说瑞克太他妈无耻了！你的这种愤怒在这里和在法院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气死谁？气死人不偿命。你是故意来激怒我的是吧？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个常识：当你面临这种无耻的诉讼的时候，你要学会如何让自己活下来，让工厂活下来。气死你有用吗？厂长，一会儿再说。顾剑锋，整个华耀的命运在你身上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怎么了？啊，那个银行的人来了。张秘书，请。你好，穆厂长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了。是我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请坐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来催终止协议的。根据有关规定，我们必须终止和华耀的合作了。对不起了。不是，如果你们现在银行马上就给华耀断贷的话，那等于直接就判华耀死刑了呀！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毕竟这次的合作牵扯到了国际诉讼，我们银行没有办法逾越法律来帮助你们了。
不过，如果你们能赢得这次的官司的话，我想我们银行还是会全力支持华药的。你们这些银行真的是服了。中国有句成语叫落井下石，釜底抽薪，雪上加霜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官司还没有打完，这家企业就倒了。大伯，你们去老孙那儿把文件准备好，把钱。行，张秘书，请。对不起了，穆厂长。David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那你们只能去求郭东海了。如果他愿意庭外和解的话，他是他是不会不会和解和解的。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华耀死。今天走到这步，不达目的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个官司，打也得打，不打也得打。瑞克就像悬在华耀头上的一把剑，既然他们亮剑了，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决一死战。如果你非得要打这场官司，那么你只能，我是说你只能通过其他的方法去找资金支持了。比如呢？比如你找到新的合作伙伴，他愿意出资帮你把官司打完就可以。时间和钱要了命了。我知道为难你了。对于这样的一个刚起步的公司，我能做的也就是少收你一点律师费。哦，当然，你如果愿意请我的话。谢谢大卫，够哥们儿。你如果都叫我哥们儿了，那我只能说义不容辞。钱的事呢？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我找人磕头去，肯定能磕回来。我又不止你一个哥们儿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有日子没跟您聊聊了。听你的语气，应该是好多了。没错，我这儿好多了，没什么问题。今天找您吧，其实就是想跟您聊聊别人啊。你想替别人咨询心理的问题是吗？我是想问，想咨询咨询你，看看您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就跟您直说吧，就是我一直跟您提的那个女人啊。怎么了？你等一下啊！干什么呀？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这是很重要的事儿，没有我命令不许进来，出去。有个叫穆剑锋的人找您，他来干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咱们接着说。对不起，冯总没有时间。前后后我跟您说了很多。哎，您别进。哎，陆总，哎，您。
别这么出去，干什么吃的？怎么把人放进来了？装什么装？怎么着？你就那么不想见我呀？我还就不想见你了，不行吗？行，那我说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人。没时间，找人送客。哎，你这个人还真是有点不讲道理啊！我跟你我讲什么道理？那我就索性把话说开了吧。你到底对我是有仇还是有怨？就看不上你，这头够不够？够。那还不走？听不懂啊？我听得懂。我可以走，但是我在走之前，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都给说清楚了。我是来求你帮忙的，我能走的路已经没几条了，我能找的人、能帮我的人也没几个了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求你，动动手，帮我一个忙。我那个厂几百号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必须要渡过这个难关。说白了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你借钱的。小石，把门关上。是，方总。其实你今天来，我挺意外的，还来跟我谈生意，不过挺好，能聊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你是生意人吗？我确实觉得自己不像个生意人，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当做一桩生意来做。我相信你帮华耀度过这一关，你自己也不会吃亏。今天你来找我，是来求我的，对吗？是。跟你直说，你们华药厂跟这个瑞克这个官司啊，赢不了。你前前后后怎么弄的这个工厂，怎么成功，怎么失败，怎么借的高利贷，我都知道。但是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为了一个破厂子弄得妻离子散、不人不鬼，干嘛呀？现在跟人家资本巨鳄对着干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别跟我说什么信念、责任，在我看来都是扯淡。有没有点人？没有，至少我没见过。他还真是那样的人。从我第一天认识他开始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王大夫，我们现在的谈话不属于心理咨询啊。方老板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我听他说。喂？喂？喂？不是瞧不起你啊，你现在这就是鸡蛋碰石头。那我就做一个假设，假设我完蛋了，华耀死了，那么在冯总的眼里边，是不是就是死掉了一个跟虾米一样的小厂呢？那又是什么呢？我死不足惜，但是像你嘴里，瑞克这样的资本大鳄，吃完了像我们这样的小厂之后干什么呢？难道会跟像冯总一样的国内资本平分秋色，相敬如宾吗？这跟我争什么呢？他们既然张开了嘴，我相信他们要吃掉的不只是一个厂，只不过他们想要拿我试一试，中国人会不会眼看着自己的企业被外资不择手段的侵吞，而国内资本袖手旁观？你
帮我。行，瑞克如此颠倒黑白都能给赢的话，他们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当他们挑战了法律，挑战了商业准则，当他们看清了中国人的各自为营，我穆剑锋把话撂在这儿。冯总，你也走不远。等等，你是想说唇亡齿寒？冯总，咱们什么时候唇齿相依过？我让你等等。哎，你这是求救的姿态吗？我也只是想提醒你，当我站在绝路上，你那边也不会是一路平安。小石，冯总，吵饿了，我马上去准备。我也吵饿了。我说我要管你饭吗？这又是谁？冯总是吧？我就是你网上的心理医生，我叫王建云。刚才我上网的地方碰巧离你家很近。哎，罗大夫，你说有没有他这么傻的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你们俩能坐在一起喝酒，这个我还真没想到。谁想跟他坐在一起啊？他恬不知耻的赖在这儿不走。冯欢，差不多得了啊！当然不行啊，没损够呢。虚情假意。你好，喜怒无常，人情寡淡。你是不是找我来帮忙的？是啊，爱帮就帮，不爱拉倒。有没有你这么借钱的？开眼了吧？姐夫，你能到这儿来，是不是打心眼里觉得冯总并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冷酷，对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干这种傻事儿的人不多啊，只有像他这种什么虎连长能干。错，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711团老虎连连长。打住！别替我吹牛。是啊，我是没有你精明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会赚钱的生意人。我不是失误，总做傻事儿。可你呢？你此人做事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我要不是因为看在你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的份上，我他妈今天才不会过来。哎，我听这话怎么这，你一直盯着我呢是吧？我凭什么不盯着你啊？我就算为了疫情，我也得盯着你，我得看清楚了你。看清楚了就直不愣登的来找我，你这心可真够大的。如果建云听说你跟疫情的事一早就告诉我，我今天才不会过来呢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人。哎，建云，来，你说有没有他这么借钱的？你答应帮他了，我没答应。你没答应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冯总，穆剑锋如果不是真的遇到了难处，他是绝不会到这儿来求你的。他难处多了，这么不识时务，值吗？穆剑锋，值。
只要我想做的事情，不管值不值，我都会去做。但没想到付出的代价这么大，对吗？人这一辈子，把很多事儿都会想得很清楚，可是到临了一看，南辕北辙。来，干了。北风，今天我没白来，你们俩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们两个都整明白了吧？再往下跟我就没关系了。天快亮了。是啊，又一天了，太阳照常升起。二位，再见。以前，明天一早，我让小石去接你，有事。就这么走了？不走干嘛呀？你要留我吃早餐啊？哎，昨天晚上你说的那番话，我可一句都没忘啊。到时候钱不到位，我看不起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冯焕谈点事儿。找冯焕能谈什么事儿啊？出什么问题了？这么说吧，我就想看他为人怎么样。无聊。让小石把我接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让我开门见山，叫你来是想告诉你，穆剑锋来找我帮忙，他的工厂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我答应了，但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，你会不会怪我？我跟穆剑锋已经离婚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跟你也是一样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帮不帮他，那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儿，我管不着，也怪不着。那我还想知道，他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了，
你会不会着急？他真的有坎儿了，你会不会帮他？他要是真的彻底失败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说到底，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。坦白讲，你说的这些情绪我都会有。毕竟我们做了10年的夫妻，我们是有感情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婚？那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了。离了婚，他就可以没有顾忌，去干他想干的事儿了。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，至少和你一样，可以让他继续干他想干的事情。找我来就是说这个吗？要是没有其他的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等，找你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我还想知道，既然你已经离婚了，你后边是什么打算？什么打算啊？你真的打算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姨过一辈子吗？你的心里还能不能装下第二个人？我冯焕有没有这个福气，能跟穆剑锋一样，在你心里拥有同样的位置？你的前半生，我来不及参与，但你的后半生，我想和你一起。你不用着急回答我，因为我已经想好了，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一个我想要的答案。这么说吧，我压根儿就看不上穆剑锋这个人。可从我认识你赵玉琴，我就留心穆剑锋了，因为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把你给玩丢了。可经过事儿，我一点一点看清楚了，他是条汉子。就为了那看起来虚头巴脑的东西，千难万苦他挺着，妻离子散他受着。他那一个小小的破工厂敢跟跨国资本对着干，他这是找死的干法。我搞不懂他为什么，可现在我懂了，那叫情怀。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我帮他。我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些什么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一个人为赵以前做这么多事，谢谢。不用，在你的生活中我出现的太晚了，等待你的接受可能是对我迟到的惩罚。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，而我注定就是等你的那个人。冯焕，值得吗？爱是不问值得和不值得。
就像那烛光一样的清晰，火热般的传递，那么滚烫有力，每次燃烧都清晰。靠着你，拉着你，紧跟着你，你亲口说因为你的美丽，我喜极而泣，话语断断续续，不知不觉就一起呼吸。如果爱非要一句承诺，我相信有朵永远盛开的烟火，无论阴差阳错还是相濡以沫，爱人啊我多么依依不舍。如果爱需要痛来让我愿体验那飞蛾扑火的快乐。既然萍水相逢，绝不轻易放过，许多年后请抱着我。靠着你，拉着你，紧跟着你，你亲口说因为你的美丽，我喜极而泣，话语断断续续，不知不觉就一起呼吸。如果我们都不该选